就是大家更多關注的是入世的内容，就是但是你看像杨定一啊，像这些大師們，他们关注的是出世的内容，就是他聊的是跟你聊怎麼出去，而不是聊怎麼在這個裡面生活得更好啊。所以說它完全是2個不同方向的內容。像我更多我可能会聊的就是關於你出離的一些辦法，或者說一些階段吶，或者說有沒有什麼比如說吧，像江湖姐這種，她其實很想所謂的靈性覺醒開悟啊，但是她一直沒有一個很好的契機。其實很多人都想這個開啟這種東西，但是其實大家都是自己很自相矛盾的。他把注意力放在了很入世的内容上，很入世的這些思維上，所以其實他想得到出世的那種類似的體驗，或者說高能的那種經歷是不太可能的，因為我們把注意力和焦点放在的東西上，和你想要的那種開悟啊覺醒的東西是相反的。其實就是它2條相反的路上，你想得到另一條路上的那種體驗和結果，這個是永遠不可能的，在我看來。因為你剛才講克拉克的那個分享嘛，就是很多人看，对吧？然後点擊率啊什麼都很高。然後我當時就想說，我說這個其實是沒有什麼用的，就不是說克拉克分享沒有用，我說就是这個點擊率再高，它實際也不會真正的影響到很多的人，因為我能想到的就是這一點。就比如說有100萬個人去看這個內容了，但是我相信也是只有那麼幾個別的人真的會去深入的去思考他講的到底是什麼，或者說重複的去思考觀看，然後去考究他講的這些內容一步一步到底意味着什麼，或者說想獲得類似的這種大師的這種體驗。更多的人其實就是看熱鬧啊，我看這個東西了啊，他分享了這個高能人士，然後他火了，他點擊率很高了，然後我也湊熱鬧，哎呦這個東西太棒了，太厲害了，講得真明白，然後就結束了。就是大多數人是看熱鬧的心態去看這些所謂的開悟的這些內容的，然後會把別人的體驗當成是一種就是很美好的向往吧。他覺得你看他做到了，然後真好，怎麼樣，這條路是行得通的，這個都沒有錯。但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沒有把注意力去放在這方面。就像我現在減肥一樣，我根本就是只是喊一個口號，然後想着減肥的那個結果我要得到，但是沒有去付諸行動，或者說把更多的時間放在這個上面，這才是一個最重要的。少吃一點不就行了？對呀，你要去做呀。就包括它裡面講的那些內容，什麼放下自我呀，什麼把這個箭頭的方向調整啊，這些東西是那個人已經做到了，你聽上去你明白了，這個是對的。但是實際上每一個人想真正獲得這些神秘的體驗，是要自己親身去實踐的。就是為什麼我們去說這個東西，克拉克也去說那個，江湖姐也去說那個，然後無數的頻道節目都去說相同的內容，就我們的意義在哪裡？或者說我的獨特的意義在哪裡？其實我覺得就是要讓每個人去重視這部分，真正的走進這個門裡面去。實際我們每個人的思維是非常頑固的，非常堅固的。就無論是你也好，我也好，或者是每一個我們之前的嘉賓吶，還是就這個我們的聽眾啊，就是大家能真正的深入的理解這裡面的內容，或者說用到自己的生活實際，有%多少？我覺得這個是我最關心的一個話題，或者說內容吧。所以說我看杨定一的這些內容，我就是感覺他其實只不過就是另一種方式在表達相同的內容，就是我們還是在講一套新的理論，最後你會發現其實還是那些東西。但是大家如果說
就是不能去吸收和接受，或者說去實際操作的話，這個意義是沒有的。就想真正的影響別人的話，我们要把这个东西给它拋出来，这個觀點。就你聽了那麼多的靈訊的資料、靈訊的內容啊、覺悟的方法、法門，掌握了那麼多的知識，那你拿這麼多的東西用來幹嘛呢？能否轉換成對自己有意義、有幫助的東西？我覺得是現階段來講，可能最重要的一個。對於我們每個人來講，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階段，就是你知道了這些東西，你也感興趣了，但是你是否能把它變成你自己的，改變你的東西？當然，很多人是處於前一個階段，就是我不願意改變。我相信長時間看我們節目內容的人是還是願意去改變的，或者說想有一些突破的，然後可能就是沒有掌握一些比較實際的一些操作吧，操練的方法吧。所以我們接下來可能就是我這塊的話，就是多一些生活實際上的一些應用的一些，比如有什麼應用？就是因為我們在生活當中肯定是要首先有思維嘛，一個思想，一個觀念，然後結合到你生活當中的每一個行動，每一種人生的遭遇，人際關係，就是其實就是還是佛教的那些東西，就是起心動念的一些東西，還是要從念頭上去解決根本的一些，正知正見的問題吧，我覺得。也就是說你怎麼這樣去做的，或者說你怎麼樣去每天幹什麼了呀？然後對吧？很複雜的一系列的操作，或者你看了大量的書，學習了大量的知識，這些我覺得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這些東西，外在的這些東西，它有沒有觸及到你的核心？它有沒有撥開你核心的那一層一層的包裹，或者說防禦？就是把心能不能先打開？之前Neil就講，就是說要有一個開放的心態嘛。其實開放本身就是你把你的核心逐漸敞開的一個過程，然後讓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可以進去。我稱之為就是一個改變的過程。就是大家要從一個看熱鬧的心態，真的轉換成我去學習，然後去改變你的知見，改變你的思維，然後最終通過長年累月的這樣的實際的操練，你會獲得新的感受，那可能就會大家都分享出來。就是克拉克就是這樣的嘛，他就是在分享他實際操作之後的一些神秘的一些體驗。因為我們在搭建一個平台，跟大家一起去修行吧，我覺得類似於這種感覺。因為你看你頻道上簡介嘛，你也是在講就是探討耶穌佛陀的智慧嘛，對吧？然後跟靈性覺醒有關係的一個頻道，其實就是這一點就吸引了很多類似相同頻率的能量的人，追求開悟的，希望得到一些開解的一些心靈吧，或者說是人群。當然也有很多是看熱鬧的，就是對吧？看很多這些頭腦感興趣的東西，比如說算命啊，比如說一些風水的東西啊，能量磁場啊之類的。但其實這些東西是偏頭腦向，就偏大腦的這種統治範圍的。而你看整個楊定一的書，它都是講你怎麼樣去擺脫大腦，就跟太傻天書一樣。
當然太傻天書有黑粉，所以我們不能去混淆這個東西。杨定一也有黑粉哦。对了，你說這個就是因為我們之前那個系列嘛，就是我們從去年這個時候開始做的，它現在已經做到有70多期了，70多期的視頻，然後但是它裡面就是有的是一開始是聊太傻天書，后面又是聊奇蹟課程，然後後面有一些是混着的，我分不清楚到底哪个是太傻天書，哪个是奇蹟課程，所以後來那一期的名字乾脆就直接叫太傻天書奇蹟課程。是，就是那個系列。確實我講的時候是混着的來的，對，就是他們的區分就是太傻天書它是更像一本字典一樣，它是 ABCD 列得很清楚，每個階段怎麼樣，然後宇宙大約的構成是如何的，然後奇蹟課程就是深入心靈，解決你根本的問題，潛意識的罪疚，每個人的這個內心的陰暗面的問題，恐懼的問題。然後你像與神對話呢，它講的就是其實也是類似於就是奇蹟課程這種的，它是最後深究到你的整個心靈的運作方式，然後如何去提升到最後的全面進化，就整個靈魂的進化的提升的一個過程。就所有的靈修書籍都是讓我們去提升靈魂揚升的，就是向上的一個過程。包括楊定一的這些內容，佛教的內容都是讓我們去提升的，就是他們暗示我們是有一條提升之路的，但這條提升之路是看不見的，它是非常唯心的一種東西。其實後面也可以專門再多開幾個系列，比如說就是這一系列15期就專門來講與神對話，然後下一個系列就專門去講奇蹟課程的哪一個章節。對，我們可以弄的就是稍微有一個系統性嘛，就是可以啊，比如說前幾期是梗概，然後後面主要講第一章節、第二章節。對，解讀啊都可以。對，或者是專門去解讀楊定一，或者說解讀克拉克。就是你的時間和精力是有限的，其實，然後你應該專注於你做的比較好的，或者說你比較擅長的部分吧。然後你想去提升這個頻道，提升你的這粉絲數，這個沒有錯。但是其實你更多的精力應該放在你提升你的節目的質量和影響力上的，因為你現在還是屬於一個學習和探索的階段，你並沒有說頻道啊做得非常的成熟，然後內容把握得非常的，對吧？就是精煉精緻的感覺，所以說有的時候聊的可能比較雜一些，所以可能喜歡 A 方向的觀眾，你總聊 B， 他就覺得沒有意思了，對吧？然後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太多了太雜了之後就會變成一個縫合怪吧，就是對吧？就他的你看江湖姐她也相對來講是比較專注的，然後老高他的模式啊，然後和內容又非常的成熟，是有體系的，所以說就是你最終的這個一個質量和你的能量吧，決定了你的粉絲數啊，你的影響力吧，就這些東西都是相關的。怎麼樣提升？就是你的主體要精緻。怎麼樣讓視頻做得更加精緻呢？就比如說，就我們剛才講了嘛，你的內容要專注啊。你看我們的頻道嘛，就是我想後期的話大概有幾個方向，就是有幾個內容的主題可以拓展。第一個的話呢，就是我會把就是吹吹姐邀請過來，因為他對聖經很多章節他非常的熟悉，而且他本身他是有那個通靈體質的，他有那個靈異體質，就是跟你有點類似的那種，就是關於基督教的嘛，這是第一。第二個的話呢，就是那個與神對話呀，就這些話題的話，我們可以聊，然後呢，我想我也要做一些那個功課嘛，
因為如果什麼功課都不做，專門聽你那麼聊，所以我听着的时候，我可能就是我問的那个问题就問不好，我有時候可能就是問。就是給他問跑題了，問跑題了，對吧？但是如果我前面我稍微了解一個梗概，對，不需要把每一章都看嘛，但是大概知道這一期你大概要聊哪些東西啊，然後後面我做一些功課，然後後面節目的話會稍微好一些。然後呢，我在想後面還可以提升的地方呢，就是比如說這一期聊完之後嘛，我先去聽一遍，聽了之後我就知道大概是聊什麼了。這次主要主題是聊什麼，然後呢，我再單獨的再去錄一段2分鐘的視頻，我就想這一期我們邀請了 Kevin， 我出鏡，有可能不出鏡嘛，或者說出鏡，出鏡然後呢，我稍微把那個讓觀眾一進來就知道你大約是講什麼。但是你覺得這個出鏡是有需要嗎？還是說只用錄一個音頻？我覺得不是必要的。就是你開頭有一個總結，我覺得挺好，就節省大家時間嘛。一進來我就知道這一期大約是講什麼，那我感興趣我就繼續聽，就不要搞得很亂，然後一會兒這樣一會兒那樣，就讓人盡量能聽得懂一些吧。我覺得把我們的觀眾想的不要那麼的，對吧？好像很了解我們似的，他們就是一個空白的狀態，然後一進來一聽你的內容，如果說很簡潔明了的話，層次清晰的話，我覺得可能是比較好的。對。其實你在的那幾期，大部分他那個前30秒的觀眾留存率都有70%左右，這個是很高的。我們要假設大部分人都是新的觀眾。然後他進來，好，然後呢，看到最後1秒鐘，大概有17%。因為我作為一個聽眾，我也會想聽比較專注的東西。就你今天講基督教或者講哪一個福音章節，你就要去圍繞它去講透嘛，就是講到讓對這個內容感興趣的人覺得非常的解渴，非常的這種全面。在我看來是這樣的，對，就是要專注。對，內容還是最重要的，在我看來，而不是說形式。就是你每一期應該要提前有一些功課和準備，這個內容才會更加的明確一些、精緻一些。所以你剛才說你要提前做準備，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成熟的想法。對，我會先至少做一個封面，但是我想了解，比如說你覺得就是在未來幾週吧，可能那我們也許是說每2個週末來聊一次，然後一次的話聊個幾期，好，那大概你想聊哪些話題呢？我想聊哪些話題啊？我的話題，因為你聊所有話題，我都會轉成我講的內容，就無論你講什麼，我都會把它變成我要表達的東西，就是一些跟出世有關的東西。你沒發現嗎？所以其實你聊什麼對我來講都沒有影響。對，你楊定一的那個書有電子版嗎？或者你把書名發給我，你上網找一找，應該是有的。看一下，然後你就拿過來用 AI 提取一些這個精華，了解一些也可以。對，就是你關於出世的這個話題，我覺得你就是聊到什麼時候它都不會有一個盡頭的，因為它這個佛學內容吧，它就是非常的深入到生活的每一個起心動念，所以說這個東西其實聊不完的，它的資料也是無窮無盡的。重要的就是你要把它做成你自己的那種屬於你的那種能量的表達，能夠影響別人的。也就是說，如果說佛學的這些資料啊、經書啊，包括這些靈訊的東西、靈性的這些資料內容，如果說它足夠強大的話，也不需要我們再去解讀啊、轉達呀、去分享它。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嗎？
就是書是死的，人是活的。如果说一本书可以改变世界的话，那就不需要人了。佛经它只是文字，而人是一个灵活的，是一个可以有，对吧？各种方式去表達這個好的東西、經典內容的一種媒介。所以說，我覺得我的意義，或者說我做這些東西的意義，就是在於把這些好的東西轉換成大家能聽得懂的，能夠影響到別人的，一些輔導吧，相當於。當然更重要也是在輔導自己，就是其實都是一樣的，就是修行的過程就是這樣。你不停的去影響別人，然後你才能夠真正的去影響你自己。所以就還是耶穌的這個觀念，教即是學，教即是學。如果真的懂了的話，你就會明白要做什麼。就或者你也可以把你的整個這個過程，做節目的過程，你可以把自己當成是一個學生，就是像一個角色扮演一樣，你就是一個學生，一個代表一個普通的聽眾，一個普通人的一個狀態，然後接觸各種各樣的嘉賓聊他們各種奇異的特殊的經歷，然後跟每個人去碰撞，然後你這個學生最後你收穫了什麼，實際就是代表着觀眾收穫了什麼。我覺得你親和力很高，你比我要更適合做主持一些，更加專注一些。就是我覺得你作為學生，然後你去提問嘛，然後你，對吧？你就像那個誰一樣嘛，叫什麼舍利弗嘛，去引導嘛，然後把這些高能人士，然後引到我們的這個頻道來，然後去分享他們的內容。然後就影響更多人，這就是全部的意義嘛。然後，高能人士的話，他後面會越來越多的。比如說這一次就是周末的話，大概，對了，你周末周幾有空啊？星期天晚上都可以啊，周六或者周日都行。那行。最近不怎麼忙。對，就不高能的人士也可以，就是大家只要對這個話題是感興趣的，我覺得就去多接觸接觸嘛，也是有好處的。對，我想到有幾位主持人，你要去把握主題，不要讓嘉賓最後來的就是七大姑八大姨，那個八大姨聊的就是什麼這個話題都，你懂嗎？就聊到這個話題已經沒有意義了，然後還在往下聊，往下發展。這個我覺得是不太理想的狀態，就是我們要圍繞我們頻道的主題嘛，對吧？對，比如什麼情況下是什麼呢？對吧？你就講的是人生智慧嘛，對吧？耶穌佛陀智慧，你就最後聊到了怎麼樣，對吧？就很多生活化的一些瑣碎的一些東西，我覺得這個對聽眾來講意義不是很大。所以最好每一期你都在，然後去把握這個主題就是你還是得有一個提升的過程，就是作為主持人吧，你要挑起這個大梁，要去承擔這個責任。對，我發現就是有一些，就我想到有幾個東西可以聊嘛，就是第一個，對了，就是吹吹姐楊麗一的書，然後易如的話，這一次周末想跟我們來聊一期，然後上一次就是 Jenny， 她有位朋友就是 Steve， 他可以做那個量子催眠嘛，而且他們加拿大那邊華人靈性都挺高的，對，然後他是講英文的嗎？他是中國人，他是華人，肯定是說那個中文的嘛，對，然後如果要英文的話，因為我還認識有2位老外，他們靈性很高，就是也可以聊，但是那是英文控場，我還沒有試過，沒有體驗過，可以試一下。對，那你就單獨跟他聊吧，英文我更不行，
你可以問問 Neo 行还行吗？我听你都有时候说的有一些灵性的单詞都发音還行，还挺不错的。我只是发音比較好而已，我這口語不行，我聽一聽還湊合。我是聽力不行。說不出來。對，我是聽力不行，我想表達什麼東西，老外聽得懂，然後老外想說什麼東西，就是哎，你還想要什麼自行車呀？然后我說啊，什麼自行車？怎麼突然說到自行車了呀？我就聽不懂。Neo 應該英文不錯。他寫作口語，我覺得一般是這樣子，就是說那個口語還是說需要就是在國內的時候，你不需要提高，不需要用不到什麼口語听力。但是在國外的話，你待個3個月，最多3個月吧，对，自然而然的那就出來了。对，然後多練一練。對，然後還有什麼來着？就是還是可以有很多節目可以做的。然後反正我就想，我就很不想那種，有時候啊，聊着，最後就变成敘舊了。當然，敘舊的話，確實我們彼此之間分享情緒價值嘛，這個是很好。但是那種的話，比較個人的嘛，那我覺得就不需要去發到那個頻道裡面。對，你可以剪掉啊。對，然後所以就是我前面跟藿香聊的好幾期嘛，然後我到現在都沒發。因為它有一些還相對於個人一些嘛，是，大家感興趣的主題不一樣。我感興趣的就是關於出世智慧這一塊，耶穌佛陀的智慧這塊，我比較感興趣。其他的我就覺得也可以跟你們一起聊着玩嘛，但是並不是我最在意的部分吧。哦，對，你一說這個，我突然想到有一位朋友。他會那個就是易經裡面有一些那種命理的那個八字算數算，然後他那個就是也可以聊，也可以聊，就是對呀，反正慢慢是去實踐嘛，對呀，一個一個來，對，然後那要不我們再開一期，還是說你先休息？你要講什麼呀？要跟我講聊啥呀？聊這個就是我們繼續聊，或者你有什麼問題也可以，或者你想了解什麼，就想了解我前面打斷你的那一部分，你不是講到了出世和入世嗎？打斷啥了？我那個講的就是說，大家看了很多的內容，但是如果說沒有影響到自身的話，其實都是效果不是很理想。我的期望就是說，通過我自身的這種表達，然後我的能量，我去切實的影響到聽我們節目的、聽我這一期所表達內容的人，就是我的價值在於此，不是說我去重複別人講一樣的東西。那我講別人的東西再複述一遍沒有意義，他就直接聽原版就可以了，對吧？比如說你說Clark 呀或者江湖姐那麼多好的內容，那直接去看人家節目就行。但是如果說看的覺得有點不是很明白，或者說想得到更多的一些詮釋、一些理解，那可能看我們這個頻道、看我們的節目就是一種輔助吧。我覺得意義在於此。就是相當於給我們自己臉上貼金，就是我們講的更透徹。我想表達這一點就是我們有我們自己的方法去講這個東西，講靈性啊，講佛學啊，就是我們的價值就在於我們和別人講的方法不一樣。你聽別人講的再高深，或者說他的境界再高，他不一定會跟你講到能夠真的讓你完全明白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或者說影響到每個人的生活實際起心動念。你包括我之前跟你解讀《太甲天書》的時候，你會發現我講的其實是非常細節的，或者說是非常深入的。然後有一些人他評論，他會感覺到有一絲那種所謂的共鳴也好啊，震撼也好，就是他會覺得這個東西
和我自己去看那本書的那種感受是不一樣的，因为相當於經過了我這一層的一個加工啊，或者說一個能量的加持啊，對吧？就是我把它轉換成了大家能更易吸收的一種方式。就像伏羲他先畫了一個八卦，然後周文王又去根據那個八卦去寫了易經，然後孔子的話又來做那個易經的那個注解嘛，释義。对，然後後面北宋的理學家邵雍他又通過那個易經來寫了那個黃極經世，就是來更加的細節去寫那個是就每個人他的那個命理發展的一個規律。但是呢，对，其實還是我就理解到嘛，像為什麼是說你啊，包括 Leo 他們，就是你們不太相信這個命理，就是因為實際上他這個所謂的那個命運，他是每個人根據自己的出生，根據自己的那個原生家庭還有性格嘛，然後他慢慢的他會有一個自然而然的一個拋物線的一個命運的軌跡。但是如果有的人他能夠特別不按常理出牌，或者說就是他靈性特別高嘛，他能夠在很想生氣很想罵人的時候他不罵人，他不生氣，他知道這都是所有的就是電影一樣，所有的人都是電影裡面的龍套，這樣子的話他就會躲過很多災禍，或者說他會走到完全不一樣的一條軌道上頭去。就像我當時去看那個《了凡四訓》，我看的時候我就覺得命運它是有一定的那個規律的，但是呢，如果是說一個人他心態足夠超脫的話，他就完全擺脫了六道輪迴了，就是完全擺脫到那個軌道之外了。對，然後呢，怎麼樣超脫？我自己個人的那個經歷就是我覺得還是讀一些佛學的經文。而且得每天堅持去做這種功課，對，他會更好的來加持我吧。就是因為畢竟我自己也沒有說達到那個叫，好像那個禪宗的六祖慧冷吧，他說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我達不到那個境界。心如明鏡台，時時常拂拭，就是讀那個就是每天都去讀那個心經吧，就是把自己內心裡面的一些髒東西啊，一些病毒啊，一些有毒有害的思想，給它像擦灰塵一樣給它擦拭掉。因為我去年去讀心經嘛，基本每天读，整個人是一種很超脫的狀態，壓力小很多。然後呢，今年的話讀的少了很多嘛，然後白頭髮也多了，也更加的焦慮了，所以後來我就發現，還是就是我得去做一些功課。然後後來他們不是說了，說有些經文最好是說一天固定讀幾遍，讀幾遍。我一開始我覺得這不就是又是掉入了那個叫什麼那個着相裡面嘛，又是掉入了那個術裡面嘛。但是我後來發現，其實他就是像有一些前輩他們分享的那種法門吧，它確實是能夠幫助到我們的。為什麼呢？就是因為如果你讀一個經文嘛，你讀久了讀快了，你很喜歡它就像你聽一首你喜歡的音樂一樣。如果是說沒有一個固定的次數的限制的話，你有可能就單曲循環，你可能你聽无數遍，讀无数遍，那不就影響那一天的那個工作日程？所以後來他們就規定啊，我一天就讀7遍，或者就讀3遍，好，那正好讀到了3遍之後，那就停了，再不管有多喜歡再喜歡不行了，我們得幹活去了。這是第一個。第二個的話，除了多聽經典經文之外，我覺得還得多聽我們的節目，也是很實用的。对。对，確實有幾期不是很多觀眾都說他反复的聽。對，現在大連溫度多少度啊？就1到10度之間吧，有時候也零下一點。那愛爾蘭這邊比你溫度高個3-5
3-5度左右吧，2-3度。对，但是在湖北的话，就是现在10几20度，广州的话估计要更暖和。所以就是之前霍江他不是说他和他女朋友出去野营嘛，然后经常就睡在外头。如果是说在北方的话，那在野外过夜那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因为廣州的話，那晚上可能就20多度吧的那個溫度，所以在外頭那個是可以身體可以接受的。現在是60分鐘哈，我另一個賬號進來啊，就是1個小時一期。對，哎，你最近都還好吧？最近挺好啊。就有的時候腰還是會疼，哎，好2天壞2天的，就這樣。它這個很難好，它這個腰間盤突出。我是那個就是肩膀有一個骨頭縫，那個地方有時候有點疼。但是後來肩周炎。對，但是後來的話，我就是整了一個桌子嘛，那個桌子可以調它的高度。然後我把它那個桌子的高度稍微調高或者調低一些，然後之後就好很多了。就是它桌子不能太低，太低。對，胳膊太累了。對，我最近買了2本楊定一的書，然後沒開始看，打算今天看一會兒。其實都差不多，跟之前學的東西基本差不太多，就是他會論述一些東西，然後基本上你接受的都是佛學的觀念，就相當於佛教輔助書吧，我覺得。就是楊定一的話，所以你說到這兒，我就想到了嘛，就是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我們就是之前最好的那幾期視頻嘛，就是播放量破1萬的那幾期，你覺得它好是什麼原因好？不知道啊，可能就大家對這個話題比較感興趣吧。對，我覺得它是這樣子的，就是包括我看到江湖姐嘛，她那幾期就是克拉克1、2、3嘛，她的那個開場非常的震撼啊！今天我邀請一位超高能人士，揭示宇宙的真相。然後就是他那個開頭的時候氣場特別足，然後呢他會把就是給一個高度濃縮的概括，同時足夠吸引眼球。就是當時我們不是就是在5月份的時候那一個系列嘛，就連續出個10幾20期，播放量都很高。為什麼？就是因為那個時候就是我們在開始錄之前嘛，就是雖然也很蹩腳嘛，但是至少我們會組織一下啊，今天我們邀請一位誰來分享什麼啊，好，現在開始吧。對，然後就是他有一個那個正式的一個開場嘛，那樣子的話就是觀眾他會覺得這個就是他會更容易了解到這個節目是講什麼，而且會更加的正式一些。這個是對，而且哪怕是說當時就是搞得很緊張，然後不行卡住啊，但是至少他有這麼一個開場。其實我也覺得正式一點比較好，直奔主題比較好，因為要是純聊天的話，我覺得它就是信息的這個對吧，就乾貨量有點少，然後可能會讓人就是時間成本太高了。你閒聊的這種專輯我覺得也可以有，但是咱不能說所有的每一期都是閒聊的，然後都是對吧，一會兒聊天上一會兒聊地上的，我覺得相對來講不是很精緻吧。我覺得應該可以有一些直奔主題的內容，或者說這一期就圍繞着這個主題，不要去偏差特別多的，我覺得這樣算是一個高質量的節目吧。你至少你點開一本書，聽個喜馬拉雅，然後你聽這個書一會兒講這個一會兒講那個，你可能也不太可能聽得下去。這個也是一個常理。對，而第三的話就是我覺得你說的很好，就是說要專注於那個主題嘛，就是要就是相當于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對，然後是然後還有一個什麼來着，就是我搞忘記了。對，就是應該正式一點。我覺得應該正式一點。這個正式不是說多麼嚴肅或者說多麼拘謹，而是你至少要有一個基本的規則，要不然的話
就是說太自由的話，這個東西就可能我覺得失去傳播的意義了。就比如說我們只是說為了娛樂的話，我們可以喜歡聊什麼聊什麼，隨便去發散。但如果說你想作為一種特定的內容去傳播、去輸出、去影響其他人的話，我覺得就還是要有一些明確的核心主題，或者说有一些內容就聊得精煉一些不能說過度的去太多的細節讓大家去失去了对這個內容的興趣了。因為大家可能聽的是想聽一些核心的一些理論啊、道理啊，或者一些結論性的東西，或者你圍繞這個結論你去開展怎么讓人能接受這個結論，而不是說你去講很多的其他的相關的，或者你自己的人生的一些經歷啊、故事啊，这個東西可能大家就會覺得我其實想來聽乾貨的，我想聽一些很重要的東西就是我覺得可以精煉一些吧，就是我們還是得圍繞一個主題去講。對啊，所以後來我每一次我都就是說這一期有什麼想聊的，然後我看你們都說也沒啥想聊的，所以後來我就来選那個主题嘛，或者說我现在做那個封面圖，我覺得後面的話可以先做封面圖，然後我們再可以圍繞着封面圖來聊比較好。就是可以有很多種嘛，就是包括你看有咱俩單獨聊的，你和你有单獨聊的，然後大家好幾個人在一起聊的，這種都可以有，就這些形式我覺得是不限的。對，你說好幾個人單獨聊，就想到這個周末嘛，我們有一位觀眾就是也是經常給我們評論的，有一位觀眾叫易如，對，然後他加我微信了嘛，反正就是相當於互相聊一下，他對那個就是命理還有八字很感興趣，然後玄學他也有一個B 站上的有一個小的一個玄学的頻道。那他是更多的想去分享呢，還是去提問題呢，跟大家去交流呢？我覺得應該是一來一回的互動性的交流吧。而且也不一定你必須得發。因為就是有時候你這個頻道也需要更多的內容嘛。對，命理的話，八字的話，我覺得就是那你就跟他們聊吧，我就不參與了，因為我對這個話題不是很感興趣。那你還讓我弄一個玄學 APP 幹嘛？因為我就是說有可能，因為我不感興趣，不代表大眾不感興趣對，就大家可能比較感興趣。對，大家會覺得這東西很有價值啊，風水啊，玄學啊，命運啊。對，你能不能就是你把你的那個八字，就是我們聊完之後你發給我。具體一點的話，就是你的生日和你的那個出生的時間，就是多少分多少秒不是多少小時多少分，幾點幾刻。如果有那個的話，你可以就是我拿那個玄學 APP 可以算一下。對，現在的階段的話，我是不感興趣的，就是而且我覺得算這個東西是對我來講的話，自身來講我是沒有這個意願的。就是你看我們關注的點不一樣。好，非常感謝啊！剩下的章節呢，我們會在下周更新，請訂閱支持一下吧，讓我們幸福喜悅吧。因為我們如今正在經歷的瘋狂，實際上是一種幻象，它逼着越來越多的人覺醒。可是呢，我們也要同情那些沒法覺醒的人，因為世間的種種現象啊，造成了我們個體與靈魂的分離。我們會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繼續我們意識的進化。我們正在獲得內心的勇氣，將自己交給了靈魂，邁向了完全未知的領域。我是誰？我來到這個世界上究竟要做什麼？進化的新階段已經開始，意識到無限的愛會讓我們開啟一場前所未有的靈魂旅程。